不用说话就知道陌生人的姓氏是如何做到的。其实他们都是用到了这种算姓名的卡片，上面刻有百家姓，那么其实都采用了二进制的原理。来，我接下来用这几张卡片给大家示范一下哈。比如说对面坐了一位95岁的小姐姐，她姓朱啊，在我们不知道她姓氏的情况之下，来，那么我们只需要拿这个卡片给他看，问他有没有他的姓氏，他不需要说出来，只需要点头就可以了。如果有，那么咱们就留下来，继续问他。如果上面没有他的姓氏，那么把卡片放到另外一边来，以此类推。这张有，看一下，咱们就留下来。这张没有，放到另外一边。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法，直到问完为止。有卡片就留下，没有就放到另外一边。来，重点来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把刚刚有他姓氏的这几张卡片拿起来，然后呢，咱们做一个小动作，什么动作呢？偷偷的把这几张第一位数字相加，看到没有？第一位数字是1，这个张是8，1加8等于9，这张是16。那么9加16等于25。此时此刻，咱们找到25相对应的位置，就是姓朱了，看到没有？25就是姓朱，所以用这几张卡片就可以算出对方的姓氏哦，非常的好玩。你学会了吗？不用说话就知道你姓什么，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我们用这7张卡片也可以做得到。7张卡片的正反面都刻有百家姓。那么它其实是采用了数学的二进制原理。比方说对面坐了一个85岁的小姐姐，她姓刘，在我们不知道她姓氏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只需要把卡片给她看，有她姓氏的，她只需要点头，不用说出来。她点头咱们就留下，她摇头咱们就放在一边。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法，直到把卡片问完为止。那么问完之后呢，重点来了，我们拿起她面前剩余的这几张卡片，那么偷偷的把第一个数字相加，咱们看一下，16加1加4等于21，刚好21相对应的就是姓刘了。我们用这几张卡片就可以准确无误的算出对方的姓氏了，非常好玩哦。同款卡片在左下方。不用说话就能知道你姓什么，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。我们用这7张卡片也能做得到。这7张卡片正反面有百家姓，它采用了数学的二进制原理。假如说对面坐着一位小姐姐，她姓刘，她不用说话，我们只需要拿起一张卡片，问她上面有没有你的姓氏。她点头，我们就留下；她摇头，我们就把卡片拿走。按照这种方式，按照这种规则，将我们手上所有的卡片全部问完为止，然后拿起面前剩余的卡片相加，每一张卡片的第一个数字16加1再加4等于21，而21正好姓刘，那么对面的小姐姐就一定姓刘。这幅卡片不仅可以猜姓氏，还可以猜年龄。假如说对面的小姐姐今年有40岁，我们拿起一张卡片，问她上面有没有你的年龄。如果她点头，我们就留下；如果她摇头，我们就把卡片拿走。还是按照这种方式，按照这种规则，我们将手上所有的卡片全部问完为止，然后拿起我们面前剩余的卡片相加，每一张卡片的第一个数字32加8刚好等于40，而40岁就是小姐姐的真实年龄。你学会了吗？嘿，刀切手臂，瞬间复原怎么做的？其实这把刀呢有一个缺口，来，我这里有一把扇子，来用这把刀直接把它给切碎。嘿，这切碎之后呢，轻轻拍一下，它又变得完好无损了。来，3、2、1，走你。那么如何做到的？其实啊，它有一边是好的，有一边它是坏的，这么简单。来，我这里呢有一张纸巾，2个手空空的，把纸巾呢塞到咱们拳头里面，接下来轻轻吹一口气，消失不见了。怎么做的？其实啊，这个纸巾就藏在这个拇指套里面。来哈，我这里呢有一个硬币，一个杯子，我把它放进里面哈，把它给拿过来，轻轻一拍，瞬间进去了。怎么做的？其实把它倒出来哈，我们把它倒出来的时候，用这个小指将它勾住了，假装拿走，其实啊没有拿走。拍的时候直接放开，瞬间就可以穿进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
好神奇啊！哎，这咋弄的？再来一碗呗。对，再来碗。再来一碗，我们两个都没得喝。再来一碗是吧？再来一碗，好，说来就来。仔细看，空空的碗，湿巾我给它扣上去。接下来仔细看，临兵斗者前，空中抓一把，扔进去，说变逃变，水来。哎，哇，这咋搞的？那就来了。一个空碗是如何变出一碗满满的水的？其实有个技巧，学会以后可以逗朋友玩。接下来我用手中的这个瓷碗给大家示范一遍，还需要一块湿巾。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湿巾没有问题，把这个空碗给它扣上去。这个时候将它翻转过来，我们只需要从空中抓一把，看不见，扔进碗里它就变。把湿巾打开，瞬间一碗清凉可口的水瞬间就可以变出来了。这个魔术非常适合跟朋友们吃饭聚餐的时候表演。所以拿一个瓷碗都可以做到哦。学会这一招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表演，教学就在左下方。这是流传了100年的古彩戏法，空碗起水。学会这一招可以逗朋友玩。先看表演。啊，再来一碗是吧？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好，没问题，咱都来谁没问题啊？来，咱给它盖住好吧？我再来一碗试试，现场看好啊。来，准备。1、2、3，我来，好。再来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刚刚的江湖艺人是如何用一个空碗变出水的？这个魔术呢，其实有个技巧，学会以后呢，平时跟朋友们吃饭聚餐可以露一手哦。首先，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碗，把纸巾放上去，擦2下，如果有水，水早就湿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把碗放在手里面，你只需要晃一下，然后找来一张湿巾或者是纸巾都是可以的。首先交代一下这个湿巾没有任何问题，将它盖在碗口，然后从空中抓一把，看不见，扔进碗里它就变。打开呢，一碗清凉可口的水瞬间就可以变出来了。平时跟朋友们或者是跟同事们吃饭聚餐的时候，在餐桌上随意拿一个瓷碗都可以表演哦。教学我整理好了，就放在左下方。美女这么能喝，再来一碗。美女这么能喝，再来一碗。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就再来一碗。仔细看，湿巾没什么毛病吧？仔细看啊，把它盖上去，看空中抓一把看不见，扔进碗里面它就变，瞬间一碗水就到位了啊！如何用家里面吃饭的碗变出一碗水的？这是流传了1000年的古彩戏法，空碗变水。学会这一招可以逗朋友玩。接下来呢，我用这个碗给大家做个示范，把硬币丢进去，证实里面没有任何的水。接下来把碗翻过来，如果有水的话，早就流出来了。这个时候随便找来一张抹布或者是湿巾，给它盖在碗口。注意看，湿巾是没有任何的水的。盖在碗口之后呢，从空中抓一把看不见，扔进碗里它就变。打开一碗清凉可口的水就可以变出来了。这个魔术可以变出第2碗、第3碗，甚至第4碗哦。用普通的瓷碗就可以做到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学习。一个瓶盖放进杯子里面，接下来把它拿到左手，注意看了，我轻轻一拍，瞬间穿进去了。怎么做到的？我接下来教给大家。首先用到普通的杯子还有瓶盖，那么重要的还用到这个专业的戒指，叫做磁力戒指，魔术师专用的哈。它可以吸附任何的金属物品，像什么硬币啊、瓶盖啊，看到没有？它都可以吸上去。我们表演的时候戴在任何的手指头都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将瓶盖啊，比方说我们跟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，将一个啤酒瓶盖放进去摇一摇，这个时候用手靠近这个杯子，假装拿走，其实呢没有拿走哦，被戒指吸住了，从正面角度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放在观众的手上啊，我这里没有观众，放在桌子上啊。拍的时候用这个食指移开，瞬间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了。用它去逗朋友玩，非常的有意思哦。同款戒指在下方，你学会了吗？宝子们，立正，趴下。